这个喝下去，整个从喉咙一直顺到胃里面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汤顺下去之后开始暖起来，然后有点辣辣的感觉。Hello， 野菜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的是胡椒药膳汤。最近的天气啊，已经开始降到10度以下了，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冷冷的天，然后时不时呢就想要喝一碗热汤。我们现在几乎每一餐都想要煮一锅汤来喝。那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喝下去之后，真的是暖暖你的胃，暖暖你的手脚，不然真的太冰冷了。而且这道菜呢非常的快速简单。重点是呢，它非常的好喝。那也欢迎大家呢到下面点击我们的置顶留言，加入我们新的赖团购社群，里面呢都会有很多好康的优惠，还有我们自己喜欢的产品会分享给你们。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呢，很荣幸的受到 TED Talk 的邀请演讲。那我们真的整整准备了3个多月的时间，我跟小野真的一起完成了一个人生很重大的里程碑。那当天的演讲内容呢，也有被记录成一支影片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看看我们那天紧张的演讲，也在下面的置顶留言，大家都可以去点击来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姜、白精灵菇、秀珍菇、美人菇、山药、中药包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处理我们的菇类，因为今天要切的东西比较少，基本上只有老姜跟山药。那因为山药等下切了之后，它沾满的东西都会黏黏的，所以我们先来处理菇类。菇类呢，我们的黑美人菇把它的蒂头切掉之后，就把它剥一只一只的剥下来就可以。然后秀珍菇呢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它这样一半，把它撕一半就可以。然后精灵菇呢，如果它太长了，我们就把它对半切，就大概这个长度就可以，大概是1只食指的长度。好。好，再来呢，老姜我们就把它切成片状，然后山药呢，等下去皮之后呢，把它切成长的滚刀块。然后现在料都备好之后啊，我们就准备一个炒锅，然后把锅子预热之后倒一点油。我们先来把菇把它煸到金黄色，菇的香气都炒出来。很多人不敢吃菇啊，都是因为那个菇没有炒到，就是里面的水分都跑出来，没有把它煸干。就是很多人这样炒一炒，这样就吃了，它这样菇腥味会很重很重，所以大家记得菇要让它没有味道，就是用油把它煸到整个水分都没了，你看到它表面已经呈现金黄色的样子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最好吃的。尤其是熬汤的时候，熬汤一定要把那个不好的味道把它炒掉。然后现在菇啊已经炒到就是这样，有点焦黄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老姜跟山药也倒进来，把它煸香。好，现在稍微煸炒过之后啊，我们把白胡椒粉进去先炒过。它的香气会更好。那如果你有白胡椒粒啊，把它碾碎或捣碎之后，那个香气也会更棒。那如果大家快速的话，就直接用白胡椒粉就好。好，现在白胡椒把它炒香之后啊，我们倒入水，把它煮到滚。煮滚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把它倒入陶锅里面炖。先在这边煮滚。
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移到我们的陶锅。移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把水补到大概8分满的地方，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中药包。这个中药包啊，其实你在全联啊，在家乐福啊都找得到。然后它上面会写，有的会写烧酒鸡，然后有的会写什么10谷大全汤那种，其实你都可以买。那我今天用的是烧酒鸡，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中药材是很搭这次的这个汤的，所以你可以去找，就是不管是超市还是什么，都会有卖烧酒鸡的中药材包，你就去把它买回来，然后就可以煮这个汤。现在呢，中药材放进去，盖子也盖起来之后呢，让它继续煮滚。煮滚之后呢，我们再小火慢炖40分钟。它会有点辣辣的，所以如果小朋友不敢喝的话，你的胡椒粉可以稍微降低一点。然后现在已经熬40分钟之后啊，我们就来调味，加入一点盐巴就可以了，加进去让它提个鲜味就可以了。开动，先喝一口汤。你有加米酒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有个酒的味？有个酒香，对不对？有个酒香哎。因为中药材的关系，当归应该是当归的关系，让人家会有一点误认为有那种酒的香气。然后尾韵下会有一点点胡椒的辣味。这个喝下去，整个从喉咙一直顺到胃里面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汤顺下去之后开始暖起来，然后有点辣辣的感觉，而且会甜呢。就是这种陶锅，因为它的聚热效果很好。所以你这样炖个40分钟1个小时啊，它的中药材还有一些，包括是菇类也会有，跟山药，它的甜味会释放出来。甜味真的不一样哎！我刚刚吃那个菇的时候，甜味真的差很多哎。最近很多人重感冒，真的熬一锅补一下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到下面的置顶留言去点击一下那个我们在 TikTok 上面的演讲连结，去看一下我们准备3个月的成果。对，那就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蔬食对地球的友善。还有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？那今天这一锅就分享给大家。真的好香哦！鼻子都痛了。然后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